她是《醉打金枝》中的女主角，因父辈智慧的处理家庭问题而生活幸福。《醉打金枝》这个戏曲作品自诞生以来就被改编成多个剧种，受到观众们的广泛喜爱。从这个情节十分简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夫妻婚姻的幸福，很多时候不仅要靠两人共同的努力和及时的调节，也要靠父母的及时引导。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他们出嫁之后就会幸福吗？在他们遇到夫妻矛盾的时候会怎么处理？透过唐代宗和郭子仪对子女家庭矛盾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对现实生活有意义的启发。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升平公主的故事。升平公主出生在公元750年，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几年。当时她的祖父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而大唐还处在繁华的顶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年5岁的升平公主跟随祖父和父亲离开皇宫。安史之乱结束2年之后，已经15岁的升平公主被父亲唐代宗下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爱。升平公主虽然经历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动乱，但是被父母保护得很好，又因为她才华出众、聪明伶俐而深得父母宠爱。根据正史记载，升平公主喜欢结交诗人墨客，每次这些文人在驸马府举行雅集，公主就坐在帘后观看，做出好诗的诗人都会得到重赏。郭爱可以娶到升平公主，首先说明唐代宗对郭子仪的敬重。再者，只有受宠的公主才可以嫁到郭子仪这样的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勋贵之家。郭爱和升平公主的姻缘，在唐代宗看来是姻缘天赐，一双璧人。郭子仪的儿女众多，并且都很有才能，郭爱更是文武双全，学问品行都无可挑剔。根据郭爱和升平公主的实际文化修养和生活志趣来看，他们应该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但是在升平公主出嫁时，郭爱才13岁，这个年龄在现在来说才刚步入青春期。小夫妻两个在相处中，既有青梅竹马的纯真感情，也有彼此各不相让的骄傲，偶尔有一些摩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郭爱怎么样也不应该动手打了公主。谁都知道升平公主是皇帝的心尖尖，别看郭爱是驸马，只要他敢对公主动粗，还是会有性命之忧的。但是在郭爱打了公主之后，事情居然向难以意料的方向发展了。醉打金枝始末。在升平公主之前，唐朝公主下嫁到大臣家中，公主不必对公公婆婆行礼，公公婆婆反而要向作为儿媳妇的公主行礼。郭子仪为人谦和低调，虽然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从来没有居功自傲，做出对皇室不敬的行为。只是年轻气盛的郭爱见到自己的爹娘还要向公主行礼，心中很不乐意。平时的矛盾居然能积累到动手打公主的地步，可见公主的骄傲和郭爱的年轻气盛都不是一时的表现了。平时公主虽然有些任性骄纵，但是郭爱很多时候还是选择了忍让的。可是这一天是郭子仪的70大寿，郭家枝叶繁盛，人丁兴旺，郭子仪的寿宴更是红红火火，十分热闹。而在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中，郭爱形单影只，自己去给父亲拜寿，心里很不是滋味。郭爱在父亲的寿宴上喝醉了酒，回到自己家中，就要求公主日后要对公婆行礼。公主被皇帝和母妃宠爱，骄纵惯了，怎么能轻易接受郭爱的要求呢？郭爱一见公主拒绝了自己的要求，平日积累的怨气就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再加上郭爱这时刚喝了酒，就壮着胆子打了公主。何况郭爱确实酒后失言，不仅打了公主，还说出悖逆之言。他指责公主不要仗着自己是天子的女儿，就不把郭家放在眼里。其实郭爱如果只是把话说到这儿，还不算太过分。但是坏就坏在郭爱出言无度，说自己的父亲郭子仪只是不想当皇帝，如果想当，这天下也许就轮不到唐代宗来做了。郭爱说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公主也不肯善罢甘休，立即回宫向父皇诉说了郭爱的狂妄之言。公主原本以为父皇听后会勃然大怒，没想到唐代宗还是很通情达理的。他实事求是地对女儿说，郭爱所说是真实的，如果郭子仪真的想做皇帝，那么大唐的天下还真的不会是我们李家的。唐代宗安抚了自己的女儿，又让她回到郭家去。升平公主事件让唐代宗重新思考自己在子女教育中的问题，而主动要求公主尊敬公公婆婆。
郭子仪知道郭爱说出这样狂悖的话，也毫不含糊，立即绑子上殿，听凭皇帝发落。而皇帝不仅深知郭子仪的忠心，其实对郭爱这个女婿还是很欣赏的。平时对他的赏赐，在众多皇亲国戚中都是很优厚的。他一见郭子仪亲自带儿子来谢罪，就小事化了地说：“不吃不聋，不做家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待晚辈在婚姻中的小错，要学会装糊涂。这个态度让郭子仪彻底放下心来。但是郭子仪的教子有方、进退有据，还是在儿子打公主这件事上体现得清清楚楚。回家之后，郭子仪亲自打了儿子一顿，一直等到公主来求情才算了结。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郭子仪作为臣下，并不是因为皇帝明事理就放松了对儿子的管束，这也是郭子仪权势很大而不会被皇帝猜忌的根本原因。代宗皇帝和郭子仪都做了公正明理的父亲，才有了后来公主和郭爱的幸福生活。在公主和郭爱的家庭矛盾中，如果代宗皇帝护短，不能公正地处理这件事，那么郭爱甚至整个郭家都要遭受祸端。如果郭子仪自持功高，对儿子护短，那么郭家也会背上以下犯上的罪名，以后郭家的日子未必会那么好。在家庭问题中要公平公正，不护短。岳父护着女婿一点，公公护着儿媳一点，胳膊肘适当往外拐一点，这样才能让他们各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样以后就不会形成一方继续压制另一方的结果。公主和郭爱才能学会有矛盾的时候各让一步，而不会单方面的觉得对方应该让着自己。皇帝和郭子仪其实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公主和郭爱做榜样。经过代宗皇帝对女儿的教育和郭子仪对郭爱的惩戒，公主比以前更加明事理，而郭爱也收敛了自己的傲气，对皇帝的宽宏大量有所触动，从此与公主互敬互爱，十分和睦。3. 打金枝之后的故事。戏曲作品中一般到公主和驸马和好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结局比戏曲中还要圆满。大历3年，公元778年，长安城中出现了水荒。唐代宗命令官员拆除泾渭两河之上架起的水磨坊，因为这些水磨坊是皇亲国戚们用来打磨脂粉的，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拆除。执行命令的官员们也无法下手强逼着他们拆除。升平公主本来也不愿意，但是经过父亲劝说，她为其他皇亲国戚做出表率，她最终还是从善如流，立即贯彻了父亲的命令。由于升平公主起到的表率作用，当时泾渭两河上的80多个石磨坊顺利拆除，长安附近的田地又得到了充足的水源灌溉。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升平公主同父异母的哥哥唐德宗继位。2年后，公元781年，郭子仪也去世了。又过了2年，发生了朱此之乱，唐德宗被迫逃走，在奉天避难。郭爱和公主没能及时逃走，被叛军抓获。朱此逼迫郭爱为自己效忠。郭爱说自己正为父亲守丧，3年期未满，不能接受官职。后来趁着叛军疏忽的间隙，郭爱带着公主逃离长安，去奉天投奔唐德宗。对于在危难中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妹妹和妹夫，唐德宗给予了很大的嘉奖，特意封郭爱为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又升任为太常卿。贞元3年，郭爱继承了父亲郭子仪代国公的爵位。这时，升平公主和郭爱虽然得到了皇兄的宠爱，却比以前更加低调谦卑。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乱让他们更加意识到夫妻同甘共苦的珍贵，也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现有的权势和皇帝的宠爱都不是他们任性胡为的资本，还是好好守住人品的底线，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才是最幸福的。同时，从战乱中死里逃生的夫妇2人也比以前更加恩爱。13年后，郭爱病逝。10年后，升平公主去世，享年61岁。公主下嫁郭爱后，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除长子早亡之外，其余3个儿子因为升平公主的关系，分别娶了唐代宗的外孙女和唐顺宗的女儿。长女嫁给了许王李昭，次女成为唐先宗李纯的原配妻子。由于唐朝中期以后，皇帝不再立后，所以身为贵妃的郭氏就是后宫之中地位最为尊崇的女人。这位郭贵妃仁爱谦让，深受后宫众嫔妃的爱戴。郭氏一族在郭子仪和升平公主夫妇去世后，还能继续繁荣发展，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富贵权势，而是严格、谦卑、恭谨有度的家教。而唐朝后来在位的皇帝们，虽然不见得政绩显著，但是对郭家的后人还是有一定的优待的。升平公主的一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也没有绚丽夺目的光辉事迹，
但是这样的人生恰恰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境遇的。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做父母要合理引导女儿，客观地面对自己婚姻中的磕磕绊绊。如果老公的人品不差，能力值得肯定，大节无亏，些许小事应该及时的调整解决。夫妻之间那些无关痛痒的小冲突，也有可能是增进夫妻关系的一个机会。在很多家庭中，儿女结婚后，父母一般都会退出他们的小家庭，给他们一定的空间。但是，父母的放手绝不意味着儿女们以后在婚姻中的苦和乐都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儿女的幸福，往往是有智慧的父母通过自己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行为，给儿女们传授了幸福的秘密。当然，能否成就一段真正幸福的婚姻，更重要的还是夫妻二人共同的修为。